您好，我昨晚订的生日蛋糕送去了吗？先生您贵姓啊？姓杨。先生您需要什么？哦，我想买一个生日蛋糕。您想买个什么样的呢？哎呀，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桃园小区的蛋糕做好了吗？好了，樱桃果脯到了。爷过来取蛋糕。哎，来了。我就要那种，那个。你是谁呀？拍子水蛋糕房的，送生日蛋糕。太太，您订生日蛋糕了吗？没有啊。昨天一位姓杨的先生在电话里订的，让我今天给送到桃园新区的 A05。太太，说是先生昨天在电话里订的，让他把蛋糕送进来吧。谢谢你啊。李阿姨，太太，有什么事儿吗？生日蛋糕放在哪儿呢？啊，在餐桌上呢啊。许个愿吧。匡慈，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废话，你是我老婆啊。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我们离婚吧。什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杨姐，赶紧许个愿吧。都快成老太婆了，还有什么心愿啊？哎，是我。哦对，桃园小区的 A05发生一起凶杀案，局长让你马上出现场。我知道了。哦对，这是女主人。我叫袁梅。你问吧啊。你坐吧。我想问一下，你每年都这么过生日吗？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10几年不过生日了。那今年为什么想要过生日呢？半年前，我听说我丈夫和苏小雅有私情，我就开始跟他闹离婚。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解下，我们的关系得到了缓和。我丈夫就是想利用我过生日的机会，感谢他们的。那今天到场的人都是你请来的吗？除了尚子坤夫妻俩，还有苏小雅，剩下的都是我请的。喽，切蛋糕嘞！袁梅啊，客人不是都到齐了吗？你还请谁了？没有啊，于阿姨，哎，去看看谁来了。哦，莲姐，刚刚和你说好了，这个红樱桃归我喽。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今天是你袁姐的生日，这么漂亮的红樱桃，
当然是非你袁姐莫属了。亚飞，你能在那么远的地方还想着给我过生日，这个红樱桃应该是你的。先生太太，你们的客人到了。你们都不认识我呀？我叫苏小雅。那你知道苏小雅和你丈夫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吗？据我了解，3年前，我丈夫到北京疗养院休假，他是我丈夫的高级护理。小雅，你来干嘛？我是来给袁姐姐过生日的。袁姐姐，我今天才知道你过生日，这也来不及准备什么礼物。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可以把这枚戒指给你做生日礼物。这东西我不稀罕。小雅，你太过分了。那么苏小雅是怎么知道你今天过生日呢？鬼知道她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可如果她今天不来，那个死的人就该是我了。哇，好漂亮的蛋糕！你们干嘛都愣着不吃蛋糕呀？我来分啊！来，谢谢。我要这个红樱桃。怎么回事？亚飞，袁梅，小雅，小雅，小雅。苏小雅今天一进门，我就看出她是来挑衅的。没想到，她做了我的替死鬼，真是报应。蛋糕是几点送来的？据他家阿姨介绍是10点左右。现在呢，请把你们的姓名、住址、联络方式以及身份证号告诉我们的谢警官。请各位配合我们的工作。老谢，你死亡原因有了吗？有了，是氰化物中毒。蛋糕没有问题，我估计是蛋糕上的樱桃有问题。哎，大马，哎，罗队，你赶快到蛋糕店去看一看，问问那个大师傅，还有那个送蛋糕的人，重点给我落实蛋糕上那个红樱桃是怎么回事啊？好嘞。哎，等等，
委屈你了，带几个人，把这个小区的垃圾桶给我翻个遍，再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站问一问，看一看啊，是，看看有没有什么类似针管之类的东西，啊，好的，好。哎，大马，哎，大马，你有没有觉得杂货队今天有点不对劲儿？什么不对劲儿？我怎么没看出来？算了，也许啊是我神经过敏了。我先走了。哦。这是我女儿的房间，她现在在哪儿？她和外公外婆在英国。从蛋糕送来以后到第一个客人进门之前，你在家里都干些什么？怎么？你怀疑是我往蛋糕？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与案子有关的所有人员都值得怀疑。你要知道，今天大家都是为我过生日的，我不会自己下毒毒死自己吧？我告诉你，有人要暗害我。谁要暗害你？刘红。刘红。袁梅，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不跟我和亚飞联系呢？刚来没几天，事多又忙，就没顾得上和老同学联系。你这次来是做什么？这次来啊，是给我丈夫做心脏搭桥手术的。这不，正准备买些东西送给医生，就碰上你了。这是我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要找我跟亚飞，千万别客气。谢谢。对了，要么你现在就跟我回去吧。今天我要过生日，正好要找几个朋友在家里聚一聚呢。我都忘了，今天真是你生日啊！哦，袁梅，我现在就跟你回去，恐怕不太方便吧？可是今天亚飞从海南出差回来，你如果不去，过2天啊，就不知道他要飞到哪儿去了。那好吧，我先回医院去，把丈夫安顿一下。打车来。哎，车票我给你报。我们在大学时是好朋友，后来我们同时爱上了我丈夫。我丈夫跟我结婚以后，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我回来了，袁梅啊。哎，亚飞。哦，杨总您回来了啊，老钱。怎么才回来啊？坐。哎，你知道我在门口遇到谁了？谁呀？你上午约的客人呢？刘红。他人呢？刘红，别在门口待着了。他和我上午看见那个刘红，简直就漂亮热两人。他显然是有备而来的。20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他还是那么经得住打扮。在那一瞬间，我过生日的心情全都没有了。我真后悔，为什么邀请他来为我过生日？生日快乐！你爱吃的巧克力。你还记得我喜欢吃巧克力？是啊，过去很多事都还记得。你们都站在那儿做什么？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这位漂亮女士是谁呀？刘红，是我和袁梅的老同学了。袁梅，刘红今天是最难得的客人，是吧？是啊。
哦，我想起来了，当年刘红知道我跟杨亚飞好了之后，曾经威胁过我说，10年以后再见。欧队长，我还是认为，我今天在超市碰到刘红，绝不是一种巧合，她也绝不是陪丈夫来看病的，她一定是早有预谋，是来报复我的。诸位，你们都看见了苏小雅是怎么死的。经过我们初步的调查，苏小雅是吃了蛋糕上的红樱桃，中毒身亡的。这个红樱桃很有可能含有氰化物。这是谁干的？他为什么要杀人呢？只是有人想暗害我。另外，我可以告诉大家，凶手就在你们中间。什么？凶手在我们中间？不会吧？怎么会？这个人是谁呀？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凶手。就是。我又没说您是凶手。此地无银300两。来，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在凶手找到之前，任何人都暂时不要离开接受问讯，做好笔录之后呢，不要离开本市，随时配合我们调查。为了能让大家尽早回家，我希望大家把今天事情发生的经过马上写成书面材料交给我们。另外呢，我还需要大家的指纹。干什么呀？你凭什么把我们扣留在这儿？凭什么？伸张正义是每个知情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问问你，如果这个死者是你的女儿或者是你的姐妹什么的，你还会这样问吗？反正我不是凶手。那你说谁是凶手？如果你能够拿出证据来，我马上放大家。欧队长，你说。于阿姨也要写材料吗？在没有查到真凶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值得怀疑，也包括于阿姨。于阿姨没什么文化，我帮她写吧。可以。大马，有什么新情况？对，我们在桃园小区的垃圾处理站找到了一个一次性针筒，经过化验，里面果然存有氰化物。据那儿的工人说，这个针筒应该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6点之间扔进垃圾箱的。这么说，完全可以排除蛋糕房的嫌疑了。是，杀人凶手就在参加生日聚会的人中间。从注射器上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痕迹吗？没有。你带着注射器马上回来吧。是。你好，你好，谢法医。我想问一下，死者肚子里樱桃拿出来了没有？刚取出来，化验结果就出来了。那颗新鲜的樱桃里，果然有氰化物。新鲜樱桃？樱桃果脯到了。你确定它不是果脯吗？嗨，这些日子满大街的都是新鲜的樱桃，谁还吃果脯啊？你怎么想起我这事啊？我今天呢，在同一家店也订了个蛋糕，那家店的樱桃全都是果脯。你是说，苏小雅吃的樱桃，是被凶手后来换上去的？是的，这有可能就是本案的突破点。对，
啊，针管带回来了。带回来了。啊，来喝水。谢谢。哎，我说欧队，把这帮人困在这儿，不合适吧？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咱们把人家困到这儿，这在法律上是说不通的。但是现在咱们把他放了，得走多少弯路啊？你凭什么怀疑我是杀人凶手？你真是笑话你！只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怎么了这？我怎么可能杀他啊？现场的人都是嫌疑犯，所以杨杨飞，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正好，怎么回事？哦，对，他不写，所以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他就跟我大吵大闹的。杨总，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证明您的清白呀。如果你坚持不写的话，我们就认为你心里有鬼了。我心里没鬼，我写什么？这是我从海南回来的机票。我从机场到家里不到10分钟，家里就出事了，我还怀疑有人在暗害我呢。哎，咱们楼上说吧。我今天刚下飞机，就接到苏小雅的电话。喂，小雅，你最近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咱们说好了吗？最近不要再联系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以后再解释给你听，好不好？不行，我现在就要见你，我要你当面给我解释清楚。小雅，你别任性了。我今天回去给他过生日，过2天咱们俩再见面，行不行？我做不到。我告诉你，杨亚飞，我今天必须要见到你。小雅，你通情达理点好不好啊？我不通情达理。杨总，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这么多年来，我向你要求过什么吗？好，小雅，除了今天，我随时听从你的安排，行不行？杨亚飞，你今天要是不见我，就有你好看的。哎，苏小雅是替我死的。我想你们在办案过程当中，尽量不要把她再牵扯进来。我不想她死后还受到伤害。我现在请您如实的告诉我，当初你为什么去袁梅？这个袁梅，她什么意思啊？她是不是把我和刘红过去的事也说了？说了。他还说，今天是刘红要暗害他。杨总，你不用着急啊，你听我说，他这么说，我们并不等于就要采信。哎，现在人既然已经死了，所有的知情者，不管出于任何目的，对我们说的话，都对本案的侦破是有帮助的。当然了，其中也包括你。我知道袁梅她很爱我，我当初跟她结婚，并不是只是看重她的家庭条件，可是她把我却当作用金钱换来的私有财产，她把她对我的爱变成一种占有，而且经常的无理取闹、无端的猜测，久而久之，我跟她的感情也就淡了。这么晚了还不睡？一个人坐这干嘛？我在等你啊。你等我干什么？我不是打电话告诉你了吗？我今天晚上有应酬，要晚些回来，让你一个人先睡。这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睡不着。于阿姨呢？看来你的心确实不在这个家里。我昨天不是已经告诉过你，
于阿姨回老家，要1个星期以后才回来。对不起，我忘了。杨哥。 这是你和苏小雅在一起的理由吗？可以这么理解。你爱苏小雅吗？你好。妈。我叫苏小雅，是您的护理。周护理呢？她前几天被调离了。如果您不愿意让我做您的护理的话，院里还可以给您安排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那我们先量个血压吧。最近的压力挺大的吧？你怎么知道？血压很不稳定，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喂，那什么事儿？杨总，去美国的货船有问题，新港要推迟10天发货。我告诉你，你赶紧找许兰，让他想办法，无论如何得把货发出去。要是误事了，我可拿你试问。你都听到了，你看我哪有时间休息？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大老板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小雅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我不怀疑你和苏小雅的感情，但我想知道，她为什么爱你？她以前跟我说过，她父亲去世的早，她喜欢年纪大的男人。你想过没有，跟袁梅离婚，跟苏小雅结婚？没有。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杨亚飞能有今天，全是因为娶了像袁梅这样的老婆。你叹什么气呢？小雅，我一直想告诉你，我虽然跟他的感情不好，但是我不可能跟他离婚。我明白，我除了要求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我就什么也不在乎了。你真的什么都在乎？我只在乎你。小雅，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我对不起苏小雅，
如果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来我家。那样的话，也许死的就不是他。不对啊，你们不会把这个案子定为情杀案吧？杨总，你有什么高见，我们愿意洗耳恭听。杨总，找我。老尚啊，那一份材料你看一下，看完之后，你给我个解释。好。杨总，什么意思啊？销售公司拿到了实际奖金提成，跟你报表上的差额到哪儿去了？我拿了。你为什么要拿？我从华海搬第一块砖开始，在华海辛辛苦苦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靠工资和奖金吃饭？可那个许兰呢？进华海不到5年，他为什么就能拿到分红和股份？他能给公司打开海外市场，他能给公司创造上百万美元的价值，恐怕是能给你杨总创造床上的价值吧。老尚，你别以为你跟我老丈人搬过几年砖头，在公司就没人敢把你怎么样。我告诉你，就凭你做假账这件事儿，我现在就可以开除你。杨总，我要告诉你，你要是敢砸我的饭碗，我就敢砸你的脑袋。那姓尚的真敢这么干啊？他怎么不敢啊？他在公司总是以元老自居，到处指手画脚，盛气凌人。我看他没什么不敢干，没什么不敢说的。那你觉得他是有备而来了？我今天回到家，袁梅就跟我说一定要稳住他。尚子坤怎么来了？你要开除他是吗？是啊。那你今天可得稳住他，千万别让他闹事儿。行，放心吧。老尚啊，杨总，我们今天那个今天怎么到家里来了？那个杨总，我还是想跟你说说我退休的事儿。老尚，我今天跟袁梅过生日，咱们明天办公室谈好吗？海飞，贝贝电话。我接我女儿电话，你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说。接完女儿的电话，尚子坤又说什么了？我接完电话之后，就开始亲蛋糕过生日，紧跟着苏小雅就来了，然后就出事儿了。欧队长，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尚子坤作为主要嫌疑人来进行讯问？今天到场的人，除了老秦夫妇是纯粹来参加生日聚会的，
其他人都值得怀疑。袁梅给于阿姨写的这份材料，证明了于阿姨没有作案的时间。哦，医院方面也证明了刘红的丈夫的确准备做心脏搭桥手术，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排除对他们俩的嫌疑呢？袁梅证明于阿姨到医院去看老乡的事儿，还要进一步落实。刘红、杨亚飞、袁梅3个人关系暧昧，但不能排除刘红和杨亚飞串通一起作案的可能。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为什么？你们发现没有？杨亚飞对苏小雅的死，他是真的伤心。即使他还念着刘红，最多也就是把他当成一种回忆。杨亚飞给袁梅送了个生日蛋糕，办了个生日聚会，但不能说明他和袁梅之间多么恩爱。说的也是啊，感情这东西啊，还是装不出来的。我不在乎咱们之间有没有孩子。每次看到你看着别的孩子的眼神，我的心里就全是内疚和不安。我们可以领养一个。明天我就到法院起诉离婚。我出去一下。哎，欧队，干嘛呢？我看出来了，今天啊，是有点不对劲儿。要是他的电话，就说我不在。喂，找谁？妈，我是光慈啊，萍萍在你那儿吧？啊，你等等，他的电话你真的不接吗？不接。他不接你的电话。妈，你告诉他，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他说。光慈啊，今天你们吵架，我也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呢，你就不要太勉强他，让他在我们这里多待几天，大家都冷静地想一想，然后再好好的谈一谈，好吗？好，那麻烦您转告他，我今天对他说的话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向他表示道歉。好的，我一定转告他。光慈啊，妈还想说2句。你们在孩子的问题上，其实都太在意对方的感受，所以才把你们的关系搞得这么的紧张。其实这也是婚姻当中碰到的一点小问题。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当初你们为什么才走到一起的呀？妈，您说的对，您说的对。你也早点休息吧，等我忙完这2天，我就去看你。哎，好，那你也注意身体啊。好。欧队。啊？刘红他非要跟你谈一下，他特别着急。刘红，你给我上去一下。哦。欧队长，
你们是不是已经把我当成了主要的嫌疑犯？对于你的话呢，我不会点头，也不会摇头。我只想听你解释。袁梅是不是已经把我和她的关系，还有和杨亚飞的关系都告诉你们了？我不否认，我恨袁梅。当年在大学的时候，我和杨亚飞好过，但由于我太理智了，我没有和她发生。可袁梅她就很厉害，她敢和杨亚飞上床。她的家庭条件那么好，所以最后杨亚飞选择了她。说起来，你们也许不相信，当年我和杨亚飞分手之后，我曾经自杀过。后来是我现在的丈夫救了我。说实话，我嫁给他是出于感激，因为我知道，在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过杨亚飞，更没有忘记对袁梅的恨。这些年，我甚至还想过如何去报复她。可就在今天，我把这一切都放下了。你为什么这么说？说起来，还要感谢那个死去的女孩。当她出现在客厅里，我看到杨亚飞和袁梅的反应之后，我就知道，当年我诅咒袁梅的话实现了。我不稀罕，这个女孩已经帮我完成了报复袁梅的心愿。欧队长，我不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可不可以让你们排除对我的怀疑。不过，我想请你们让我现在给丈夫打个电话。你想跟他说些什么？我丈夫现在在医院里，过2天他就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了。我那么晚还没有回去，我怕他不放心。接通了，人民医院特区病房402。是我，你好。你还在老同学家吗？是的，老同学说，好些年没见了，想留我在这儿住1个晚上，可是我怕你担心。没关系，那你就住1晚上吧。老孙，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对不起，以后我会对你好的。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些了？啊，没什么，没什么。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啊。再见。刘红，你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在真凶还没找到之前，我们还得委屈你暂时留在这里。欧队长，我就一直没有碰过那个蛋糕，怎么可能往里放毒呢？我看今天所有在场的人里面，袁梅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大家都说要把那个樱桃给袁梅。亚飞，你能在那么远的地方还想着给我过生日，这个红樱桃应该是你的。袁梅显然是知道这个樱桃有毒的。你认为他要杀谁？袁梅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她是绝对不会容忍杨亚飞和那个女孩这种关系的。我想，她一定是想杀杨亚飞。经过我们对案发现场的调查了解，现在可以排除秦汉斌、冯华、刘红3位同志的杀人嫌疑。你们3位现在可以走了。杨总，哎，袁梅，那我们先告辞了。啊，赶紧去医院吧，照顾好你丈夫。谢谢。你们怎么把刘红放走了？我们放刘红走，
自然有放刘洪走的道理，明白吗？哎，我们之所以还要委屈大家继续留在这儿，主要是想让大伙儿说清楚你们留在蛋糕盒上的指纹。我们又没碰过蛋糕了。侯队长，想杀我的人就在他们中间吗？怎么那么倒霉？我们是来向杨亚飞求情的，怎么莫名其妙的成了杀人犯了？月梅，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杀你呢？啊？就是。我告诉你，想杀你的人是他。尚书，您大概忘了吧？您前2天在杨总办公室威胁他的话，我看蛋糕上有毒的红樱桃就是你放上去的，是你想杀了杨亚飞。你可千万别相信那女人跟你说的话。我前几天在杨亚飞办公室跟她说的那些话，那都是吓唬她的。你也不想想。我今天来杨亚飞家之前，你这根本就不知道袁梅今天要过生日。你说我怎么可能拿一个准备好的有毒的樱桃去换下那个蛋糕上的樱桃呢？那你今天来这儿干嘛呀？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嘛。谁呀？小区物管的。哦，来了啊。怎么是你们呢？是吧？不欢迎啊！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他。杨姨跟你没关系，我们找杨亚飞。是没有先生，我们先生那个事情我没有来啊。老尚，你们有什么事儿吗？那个，杨总不是要开除我吗？我今天就是来讨个说法。他出差去了啊？出差啊？不过今天正好回来。究竟有什么事儿，能跟我说吗？看看，我能帮你们点什么。先生，请喝茶。太太，请喝茶。谢谢。老尚，到底是什么事情啊？那个上个月呢，我扣了几个销售人员的提成，本来这个事儿我要向公司汇报的，这不还没说呢吗？就有人给杨总汇报了，这杨总就说要开除我。小袁啊，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尚自坤在华海药业辛辛苦苦几1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们总不能看着我老了没有用了，就找个借口把我一脚踢出去吧？这事儿没你说的那么严重。等老杨回来了，我们坐下来，把事情说清楚了，不就完了吗？小袁，谢谢你啊！谢谢。不过，话也说回来了，这事儿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肯定是那个雪兰在杨总那儿她没起什么好作用。就是真的。老尚，这事是你想多了。徐兰，我了解，她不是那种人。老尚，你不怪我，多跟你说几句吧。不会，你说。没事。你看，你爱贪点小便宜，和在公司里以元老自居，这些毛病，是不是应该改了？是的。我和亚飞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很好。以后不要总是给我们添麻烦。就是。你现在所说的这一切，并不能足以让我们排除对你的怀疑。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说是许兰想杀袁梅？在我说出我自己的看法之前，那你们先得答应我一个要求。说来听听。是这样，6年前呢，我跟许兰做过一笔交易，不过，
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啊！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但你必须保证你说的全是事实。我保证。这是他蓄谋已久的事情。先里面请。徐小姐。尚先生，我要的东西您都带来了吗？带来了。尚先生，这10万美金是我在美国这些年来打工赚下来的，你收下吧。许兰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向你要的什么材料？是华海药业公司的内部商业资料。他要这些资料干什么？他是为了研究华海，然后打入华海，最后搞垮华海。他为什么这么做？徐小姐，我知道你一直不让我问为什么。因为华海药业本应该属于我们许家。什么？这华海药业是你们许家的？您看看，这都是我们许家祖上传下来开药房的一些资料。文革期间，我父亲作为酬劳酒被打入牛棚时，当时华海公司的创办人袁德禄负责看管我父亲，他私下里对我的父亲非常的关照。后来我父亲得了绝症，他便把专治肾病的祖传秘方留给了袁德禄，并叮嘱他日后有机会见到我母亲，让他与我们母女俩一同开办一个药厂。可后来他把秘方占为己有，并开办了华海药业。我母亲上门找他理论，他全然不听。我母亲一气之下得了一场重病，不久他就去世了。照你这么说，许兰是有作案动机的，但是蛋糕不是他买的，也没有作案时间。有，他有作案时间。妍姐，45朵玫瑰花，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年轻漂亮。谢谢你，徐兰，你总是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谢谢袁姐的夸奖。于阿姨，快把咱们家的大花瓶拿来。呀，尚叔好。啊，你好。阿姨，你今天好漂亮啊！我瞧你夸的。哇，今天可真丰盛。嘿，这蛋糕真棒哎！我最喜欢红樱桃了。袁姐，一会儿这红樱桃归我了啊！你是饿死鬼啊！人还没到齐呢。哎呀，来，快把这蛋糕盒盖上，就你贪吃。
从许兰打开蛋糕盒，到袁梅重新再盖上蛋糕盒，大概有多长时间？2分钟。你现在所说的这一切，是不是为了证明你个人的清白？我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一点安宁。你为什么这么说？当年，我和袁梅的父亲一起创立了华海公司，他对我和家人一直多有关照。可是我却为了10万美元，几乎葬送了袁家的事业。我这良心一直没有得到安宁啊！我今天终于有机会说出这件事。哎，我们可以回去了。闭嘴啊！许兰，请你上来一下。许经理啊，你写的案发经过材料，我看了好几遍，文笔不错。那欧队长从中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老实说，看了你的材料，我几乎都要排除对你的嫌疑了。听您这话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把我列为头号嫌疑犯了？以许经理的聪明才智，应该可以想到刚才尚子坤给我们说了些什么吧？欧队长，说实话，我刚才说尚子坤的那些话，完全是意气用事，您可以不当真。可尚子坤说我的那些话，却有打击报复之嫌。他为什么要打击报复？因为他一直认为，我今天在华海的地位是利用他得到的。另外，他怀疑他私底下克扣销售人员提成的事儿，是我告诉杨亚飞的。许经理，据我所知，你当初进入华海，不，打入华海，是为了替你们许家讨回公道。请你老实的告诉我，现在你为华海公司不惜一切的拓展海外市场，是不是你复仇计划的一部分？没错。可我早已经放弃复仇计划了。你为什么放弃？我进入华海后，利用我的海外关系，很快地为华海打开了海外市场，并且赢得了杨亚飞的极大信任。当然，我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掌控华海的海外市场，然后以此达到搞垮华海的目的。但就在跟华海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天，我忽然明白，华海这个品牌现在不属于袁家，也不属于许家，它已经是中国民族企业的象征。还有就是，我已经爱上了他。哟，杨总今天怎么亲自出马了？因为咱们公司打开了美国市场立夏悍马工厂，我能不亲自来迎接你的凯旋吗？那杨总准备怎么奖励我呢？战士保密。许兰，我代表公司敬你一杯。谢谢杨总。这个是公司对你的特别奖励。我不想要这个。那你要什么？你的爱。许兰，
咱别开玩笑好吗？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你知道，我杨亚飞能有今天，都是因为袁梅的支持。我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情。我想请你忘了刚才说的话。没想到，杨总您还是一个这么负责的男人。杨总，是我。咱们不说这些好吗？我为公司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这个。说真的，事后想想，杨亚飞拒绝我的理由，我不仅没有怨他，反而更敬佩他。这是为什么？因为现在对妻子和家庭负责任的男人是越来越少了。痛苦之余，我决定离开华海。那你为什么没有离开呢？不知道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儿吗？你还是先看一下这个合同吧。为什么要把华海的20%股权让给我？他已经把你离开华海的原因全部都告诉了我。我想了很久，最后我觉得，也许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把你留下来。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其实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不明白，你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在你进华海不久，我就知道你进华海的目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凡是在杨亚飞身边的女人，我都会想尽办法了解个底儿透。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挽留我呢？因为我觉得你不是个普通的女人。徐兰，忘掉过去的恩恩怨怨吧。华海真的需要你，袁姐。从此以后，我和袁梅成了好朋友，对杨亚飞的感情也渐渐淡了下来。有一天，袁梅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这女孩是谁呀？疗养院的一个小护士。那她和杨总，他们在一块儿已经好了3年了。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杨亚飞拒绝我的真正原因。说实话，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袁梅告诉你她怎么处理这件事了吗？袁姐，你打算怎么办？我要跟他离婚。你这么做是不是代价太大了？正中杨亚飞下怀。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只有你才能帮我。袁姐，你放心，
只要我许兰能帮得上忙的，我会为你做一切。你不是有华海20%的股份吗？这还是袁姐你给我的。你的意思是？当年杨亚飞跟我结婚，为了证明他不是为了我的家产，他主动跟我约定，用他在华海的工作换取40%的股份。可是如果他没有了这个工作，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和你站在一起，利用华海董事会的章程先罢免了他的职务，然后再和他离婚。后来为什么没离婚？居然没和我说，杨亚飞一再向他保证，他一定会和苏小雅断绝关系。还有，他们的女儿一直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离婚，他就会自杀。可是我觉得，袁梅实际上根本离不开杨亚飞。你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怎么看？欧队长，您这么问我，是不是已经把我排除在嫌疑人之外了？按照你自己理解的意思说吧。今天不是袁梅想杀杨亚飞，就是杨亚飞想杀袁梅。苏小雅只不过是个替死鬼。Happy birthday！ 好漂亮的玫瑰花啊！谢谢眼底。对不起，我迟到了。没关系，只怪我来的比你早。先生今天需要点什么？老样子，谢谢。什么？手给我。什么时候学会看手相了？刚学会。你能嫁给我？啊？你说什么？我想你嫁给我。对不起，安迪，我现在还不能接受他。据你所知，袁梅知道不知道杨亚飞和苏小雅还在暗地来往？欧队长，这是让我悔恨终身的事儿。唉，真是岁月不饶人呐！你怎么了？今天怎么闷闷不乐的？袁姐，你已经原谅杨总了？他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跟那个苏小雅断绝一切关系。你说我该怎么办？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袁姐，我……说呀！他们根本就没有断绝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前几天，我和我男朋友去咖啡厅的时候，看见他们。我明天就让他净身出门。什么净身出门啊？咱们公司海外部的安妮前些日子还和我说，杨总在美国的账户为自己存了一大笔钱。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袁姐，你说这种事情，我怎么说得出口呢？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你
你今天到这儿以后，是不是要过蛋糕上的红樱桃？不仅要过，而且还要过2次。嘿，这蛋糕真棒哎！我最喜欢红樱桃了。袁姐，一会儿这红樱桃归我了啊！袁姐，刚刚和你说好了，这个红樱桃归我喽。从作案的动机和作案的时间上来看，袁枚都可以从容地杀死杨亚飞。可你刚才又说，杨亚飞也有可能杀死袁枚呢？因为杨亚飞杀死袁枚，比袁枚想杀死杨亚飞的理由更充足。你想，袁枚死后，杨亚飞既得到了华海，又抱得了美人归。可我现在否定了杨亚飞作案的可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作案时间。徐经理，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一切。案子告破以后，我请你吃饭。您这么说，已经排除对我的嫌疑了。还是那句话，按照你理解的意思。袁姐，杨总，再见。欧队长，欧队长，你真的相信那个女人说的话呀？是的。同样，我也相信你所说的话。啊？怎么回事啊？邵先生，现在请你和你太太离开这里吧。啊？我已经，我们俩解除协议了。是的。啊，快走走。哎，我的包！哎呀，谢谢啊，谢谢。没关系，没关系。欧队长啊，那个许兰她，哎呀，为此你还要感谢人家许兰小姐呢。她跟你说些什么？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秘密。好，谢谢啊，谢谢。不客气。欧队长，难道是他们要杀我吗？也不排除你想杀他们俩之间的一个。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是杀人犯？袁枚，根据我们调查，今天只有你有充分的时间更换蛋糕上的红樱桃。那于阿姨呢？她不是也在家吗？不，没有。太太啊，我都伺候你们2代人了，我怎么会呢？袁阿姨，先别急。袁太太呢，已经证明你没有作案时间了。袁枚，这是你带于阿姨写的案发经过材料。你证明于阿姨在蛋糕到来之后，陪你去完超市之后，她就直接去了医院去看老乡了。而她医院的老乡和医护人员都证明，这一段时间，她的确在医院。你说，她有作案时间吗？你还记得这个注射器吗？不认识。导致苏小雅死亡的红樱桃里的氰化物，就是用这个注射器打进去的。另外，我们在小区的垃圾处理站了解到，小区的环卫工人每天中午12点和下午6点各清理一次垃圾箱。而这个针头，正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6点之间被扔进垃圾箱的。而这段时间，只有你能接触那个蛋糕。欧队长，我知道，根据你们的逻辑推理，你们认为我丈夫和苏小雅有私情，所以会怀疑我有杀她的动机。
我今天根本不知道他要来，我怎么杀他？正像你一开始所说的，苏小雅只不过是个替死鬼，你真正想杀的人是你的丈夫杨亚飞。苏队长，你不但逻辑推理性很强，而且想象力也很丰富。我和我丈夫确实为苏小雅闹过离婚，可是我们现在已经重归旧好。为什么要杀他？袁梅，小好，接电话。喂，你好。哦，对，找你的。喂，哪位？欧队长吗？我想跟袁梅说几句话，可以吗？可以。袁梅，许兰的电话，找你的。许兰，你有什么事儿吗？袁姐，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欧队长了，请原谅我。我知道了。欧队长，我能去下卫生间吗？可以。干嘛？拦着他！哦！开门！开门！欧队，我本想和他同归于尽的。欧队，哎，欧队，局长怎么说啊？还能怎么说？啊？疑犯在案发现场当场自杀，除了做检查，没别的。得，这月奖金泡汤。进来。哦，对，袁梅家的于阿姨说找您有事儿。于阿姨，好，你给我接进来吧。行。是欧队长吗？我是于阿姨。于阿姨您好。欧队长，我们太太她死的可冤枉啊！于阿姨啊，你别太难过了，有事您慢慢说。昨天那一切都是杨亚飞干的。于阿姨，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有。昨天中午在市区啊，我碰见杨亚飞了，还跟我说吧，不让我把看见他的事儿跟别人说呢。
他硬塞给了我2000块钱。你现在在哪儿？我在他们家客厅里呢。就你一个人？啊，他去处理太太的事儿了。于阿姨，鉴于安全起见，我希望你马上离开。小伙，你马上给我查一查，昨天从海口飞来的航班中有没有杨亚飞的登机记录？昨天。怎么着？有情况？别多说了，桃园小区，快跟我走。哎，好嘞。于阿姨，于阿姨，小好的电话。香儿，我大马说。好嘞，我知道。哦对，笑儿刚从海口机场得到证实，杨亚飞乘坐17日的航班从海口回到本市后，还乘坐了18日的往返航班。杨亚飞完全有作案的时间。于阿姨，先生您回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刚才我们老家来电话了，说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死了，他们一定得让我回去。这不，我正要给您打电话说一声呢。啊，你要去多久？也就10来天吧。完了我就回来。阿姨，你要是需要钱的话，尽管说。谢谢先生，不需要，不需要。那什么，先生，这段日子呢，您就自己照顾自己啊。再见。你等等。侯队，有个问题我想不明白，如果往星岛里注射毒物的真的是杨亚飞，那昨天袁梅她干嘛要畏罪自杀呢？也许正像许兰说的那样，他们俩都有杀害对方的可能。杨姨，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我是给我们老家的人打电话来的。你老家的电话应该是7位数。你骗谁啊？你给公安局打电话，你跟欧队长说什么了？你害死了太太！你去死吧！你们别过来！你要干什么？救命啊！救命！管理中心，管理中心，我是3号学生学员，605发生事件，请火速增援。大马，他家有情况。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杨亚飞，干什么？住手！跪动！杨亚飞，我们今天来
就是要跟你确认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关系到你的量刑问题，希望你能老老实实的回答。好，请你好好的回忆一下，在你给蛋糕上的红樱桃注射氰化物时，在你的印象中，那颗樱桃是果脯还是新鲜的？是果脯。你敢肯定是果脯吗？我敢肯定是果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希望你说的全是真的。欧队，这结案了。按照老规矩，什么时候上你家里吃嫂子给做的饭呀？啊？你说法院会怎么判杨亚飞呢？他本来是想把袁梅给杀了的，可那颗致命的樱桃啊，又是袁梅换的。最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俩都没把对方给杀了，倒是苏小雅成了替死鬼了。哼，你说这杨亚飞跟袁梅吧？虽然早已经同床异梦，可就杀人这事儿，还真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啊，不管怎么说，这案子啊也是因为苏小雅引起的。哎，我不完全认同你的观点。我觉得，关键是杨亚飞跟袁梅啊，他们的婚姻基础有问题。干嘛？你觉得什么样的婚姻才能够牢固长久呢？就是两个人约定。死后都要埋在同一墓穴里，你也太理想了吧！大马，我现在有一个重要事儿要办。那得我们自己回去。大马啊，你说咱欧队这2年怎么了？哼，我估计欧队跟嫂子啊有新情况。小姐，我要这个。好的，请稍等。